吃饱饭后，你通常会做什么？是点上一根饭后烟，还是舒服的躺下刷手机看电视，又或者马上去冲个热水澡？小心，这些看似平常的饭后习惯，可能正悄悄透支你的健康寿命。有人开玩笑说，饭后30分钟，你是在养生还是在找死？这可不是耸人听闻。一位有50多年临床经验的资深医师警告，饭后30分钟是身体最脆弱的时刻，若做错事，等于在慢性自杀。他的研究分析了5万多份病例，发现有3种常见的饭后习惯会让人提早10年躺进棺材。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据说有1半的老人都中招，每天还在重复这些动作。究竟是哪3个习惯这么可怕？他们为何对健康有巨大的伤害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，揭开这3大送命饭后习惯的真面目。第一个致命习惯，饭后立即抽烟，神仙烟还是夺命烟？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。这句老话几乎每个老烟民都能脱口而出。吃饱喝足，点根烟，美滋滋的吞云吐雾，在很多人看来是饭后一大享受。老张就是其中一位，他每次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摸出香烟和打火机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然后满足地吐出烟圈，仿佛刚刚那顿饭的美味在此刻才画上完美句点。然而看似悠闲惬意的老张，此刻体内却翻江倒海，一片狼藉。此时老张的胃里正堆满刚刚吃下的食物，消化系统开足马力忙碌工作，胃肠蠕动加快，消化液大量分泌，血液也纷纷赶往胃肠道加班帮忙，整个身体处于一种餐后高速运转模式，就像一家工厂在加班加点处理一大批订单。突然，一股刺鼻的烟雾自肺部闯入血液，啪的一下在体内炸开。烟草中的尼古丁、一氧化碳、焦油等上千种有害物质此刻乘虚而入，迅速透过打开的全身毛孔和加速流动的血液，被源源不断地吸收进组织细胞。我们的身体简直成了毒气室，胃肠还在努力消化，却被尼古丁搅得分身乏术；心脏忙着把血液送去胃部，却因一氧化碳抢走了红血球的氧气供应而负荷大增；肝脏、肾脏本想好好代谢养分，结果突然要加班处理大批烟毒。不知情的老张还沉浸在赛过活神仙的愉悦中，可他的器官们早已哀嚎遍野。医学研究早已证实，饭后立即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比平时吸烟要大得多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一项报告指出，人在进食后立刻抽烟，吸入体内的毒素量可能是平时的数倍。这是因为饭后全身血液循环加快，组织细胞对养分的吸收加强，烟雾里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就更容易渗透进去。一句通俗的说法是，饭后1根烟，平时10根烟。想想看，每餐饭后1支烟，一天3餐就是3支10倍杀伤力的香烟，等于平时抽了30支。这无异于在用加速键伤肺、伤胃、伤血管。长期饭后抽烟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首先，消化系统首当其冲。香烟刺激使胆汁分泌过多，胰酶分泌受到抑制，导致食物消化不良。胃本来辛苦工作，还被迫跟有毒烟雾做斗争，时间一长，胃溃疡、慢性胃炎等毛病就找上门来。有位50岁的老烟枪，经常饭后来1根，结果多年下来查出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，医生直说跟他饭后吸烟的习惯脱不了关系。其次，心血管系统也深受其害。尼古丁让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一氧化碳削弱血液携氧能力，饭后本该放松的心脏此刻反而要超负荷运转，久而久之，高血压、冠心病、中风的风险都跟着飙升。即便只是一根小小的饭后烟，其危害也绝不小。有研究指出，每天即使只抽1支烟，患心脏病的几率也比不吸烟者高出 50%， 中风风险增加 30%， 更不用说饭后一抽就是好几倍的伤害叠加。最后，别忘了吸烟本身就是衰老加速器。长期饭后吸烟的人不仅容易消瘦憔悴，脸上皱纹、皮肤暗沉，更是提前报到。毕竟尼古丁会破坏皮肤的胶原蛋白，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上许多。肺部、气管在每日浓烟的熏染下更是老化的飞快。一位老医生感慨地说，他能一眼认出那些有饭后1根烟习惯的病人，牙齿泛黄，声音沙哑，
时不时妩媚皱眉头。这些人身体状况普遍比实际年龄要糟糕不少，所以赛过活神仙的其实只是短暂假象，夺命烟才是真实写照。每顿饭后一支烟，看似享受，其实等于是在给自己的身体挖，慢慢把健康埋葬，别让饭后一时的痛快变成日后长期的痛苦。第二个致命习惯，饭后立刻洗澡。为何心脏的争夺战？吃饱了饭，很多人喜欢舒服的洗个热水澡，觉得既放松又能清洁。尤其是冬天，饭后一头扎进热腾腾的浴室，简直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之一。小丽每天下班回家，吃完晚饭就立刻往浴室跑。她说泡个热水澡可以解乏，帮助睡眠。然而有天晚上，小丽刚洗到一半，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心跳加速，不得不紧紧扶住墙才能勉强站稳，吓得她赶紧关掉淋浴坐下休息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小丽犯了饭后即洗澡的大忌。人在吃完饭后，体内大批血液正奔赴肠胃，帮助消化吸收，就像开会需要人到齐一样。消化系统此刻正占用着身体相当多的资源，可是热水一冲，全身皮肤的血管遇热扩张，血液又纷纷改道跑向体表去散热，结果就像两支队伍在抢夺有限的资源，一边是消化系统在喊快把血液调过来，开工消化啦，另一边皮肤也在喊不行，水太热了，再不给血液散热我要昏倒了。心脏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只好拼命加快跳动，试图同时满足两边的需求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哪边都供应不足，胃肠那边因血流被分走，消化效率大打折扣，心脏这边自身供血也跟不上了，一不小心就可能缺血缺氧。难怪小丽会突然头晕，因为她的大脑也瞬间缺血缺氧，差点就晕倒在浴室。更危险的是，如果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饭后立即洗热水澡，心脏供血不足可能诱发心绞痛，甚至心肌梗塞、心脏病发作。洗澡时密闭温热的环境让空气含氧量降低，对心脏更是雪上加霜。有心脏科医生提醒，饭后立刻洗热水澡，对老年人尤其危险。每年都有不少老人因此在浴室发生意外。有统计显示，在台湾，每年约有8000多位长者因为饭后的不当习惯而被紧急送医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洗澡导致的晕厥或心血管意外。除了心脑风险，饭后马上洗澡对消化系统的伤害也不可小觑，因为血液被分流，胃肠得不到足够供货，蠕动和消化液分泌都减慢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腹胀等问题。长此以往，营养吸收效率降低，身体可能处于一种慢性虚弱状态，免疫力也跟着下降。你可以想象，你辛辛苦苦吃进去的营养，结果每次都因为饭后洗澡而打了折扣，身体总是吃不饱养分，怎能不变虚？有位消化科医生就分享过一个案例，一个年轻小伙体质一直偏弱，怎么吃补品都不见长肉。追问生活习惯才发现，他多年来都有晚饭后立刻泡热水澡的习惯。改掉这个习惯后，他的消化吸收明显改善，整个人也精神了不少。更何况饭后立即洗澡还可能带来其他隐患，例如刚吃完饭全身处于高温状态时冲冷水澡，骤冷会刺激交感神经，引起血管剧烈收缩和血压波动，可能诱发心律不齐或血压升高，对心血管也是一种冲击。总之，饭后无论热水澡还是冷水澡都不适宜立即进行，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小时再去洗澡，让身体有时间把血液重新分配好。把身体比作一台车，饭后他正忙着给消化引擎供油，你却猛踩了一脚洗澡加速器，结果只会让引擎和轮胎都出问题，为这个引擎供油不足，效率下降。心脏这个马达转速过高，烧坏零件，长期下去，车子性能肯定一日不如一日。年轻时或许感觉不到什么，但年纪大了，问题就会集中冒出。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例子，年轻时饭后洗澡没事，40-50岁以后突然某次洗澡晕倒了，或者出现胸闷心悸，这就是身体在发出警报，以前被你勉强应付过去的饭后洗澡习惯，如今再也承受不住了。第3个致命习惯，饭后马上躺下，美梦成了噩梦的开端。吃饱喝足后，瞌睡虫往往不请自来，很多人一吃完饭就眼皮打架，
恨不得立即躺沙发上休息一会儿，或者干脆窝在椅子里拿出手机刷起短视频。我们戏称这种状态为犯困或食物昏迷。饭后立即躺平，看起来理所当然，肚子饱饱，何不舒舒服服休息？然而，正当你沉浸在饭后慵懒的舒适中时，你的身体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放松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胃就像一口盛满食物的大锅，正咕嘟咕嘟的慢火熬煮。这时候你一躺下，大锅突然倾斜，锅里的食物汤直往上溢，胃酸也跟着食糜一起冲向食管，仿佛一座小火山正在往上喷发。很多人饭后躺下不久，就会感到胸口灼热，喉咙泛酸，那就是胃酸反流在抗议了。如果持续这样，胃酸长期刺激食道黏膜，轻则引发胃食管反流病，严重的还可能导致食管溃疡，甚至增加食管癌的风险。毕竟食道黏膜被酸反复灼伤后，细胞可能出现病变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饭后平躺还特别容易引起误吸。有些人年纪大了，食道括约肌功能减弱，胃里的东西可能会默默逆流到咽喉，夜里甚至可能流入气管，引发吸入性肺炎，非常危险。除了胃酸这号定时炸弹，饭后马上躺着不动，还会让刚吃进去的热量无处消耗，通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。长期维持这种饭来张口饭后躺倒的生活方式，体重增加是必然的结果。更麻烦的是，内脏脂肪也悄悄堆积起来。有人调侃说，饭后马上躺下就是在喂养自己的小肚腩，久而久之，高血脂、脂肪肝、二型糖尿病等代谢问题也会找上门。特别是对已有糖尿病或前期症状的人来说，饭后坐着不动或躺着，会让血糖长时间维持在高位，血液像粘稠的糖浆一样流动缓慢，这对血管的伤害很大。医生们常建议糖尿病患者饭后适当活动，就是不希望他们一吃完就葛优躺，因为那会让血糖控制变得更困难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饭后马上进入睡眠状态，还可能增加中风的风险。一项希腊的研究调查了上千名受试者，发现饭后等不到1小时就上床睡觉的人，发生中风的概率比那些餐后至少等1-2个小时再睡的人高出近2-3倍。换句话说，餐后稍微清醒活动一会儿，让食物开始消化，再去睡觉，或许能避免许多致命的脑血管意外。试想深夜入睡时，胃里还堆着没消化完的食物，身体各器官都很为难，大脑想休息，但胃肠还在加班，而大量血液留在消化道，脑部供血相对减少，可能诱发血压波动和脑卒中。中国有句古话叫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说的正是饭后适当活动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。反其道而行之，饭后倒头就睡，长期缺乏运动，无疑是在折寿。此外，饭后长时间坐着不动，沉迷手机或电视，其实跟躺下差别不大，也属于半躺状态。很多上班族和老人家晚饭后就沙发一坐，一看就是2-3小时。别看他们表面静静坐着，内脏器官可受罪了。长时间坐姿会压迫腹部，影响胃的蠕动，消化速度变慢，而且久坐本身对心血管和脊椎健康就很不利，还容易诱发血栓形成。一些深静脉血栓的病例就与餐后久坐有关。因为饭后血液粘稠度上升，如果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，血流滞缓，血栓就更容易生成。一位中年男子长期饭后葛优躺看电视，结果有天站起来时突然腿痛难忍，肿胀，送医一查是下肢血栓。医生也提醒说，这和他平时饭后长时间不动有直接关系。由此可见，饭后马上躺下或坐着不动，看似休息，实则埋下种种健康隐患。可能年轻时我们仗着身体好，不觉得怎样，但等上了年纪，这种习惯付出的代价就逐渐显现，体重上去了，血压血脂上去了，胃食管反流病找上门，甚至某次突然中风、心梗，追悔莫及。不要让饭后那一点点懒惰变成将来的大祸患。说了这么多，可能你会问，难道饭后连休息都不行了吗？其实讲了半天，无非是希望大家避开立即2字，凡事不要图一时痛快而立刻做出不良举动。饭后的黄金30分钟确实是关键的分水岭，你可以选择用正确的方式善待它，让身体慢慢消化，平稳运转，也可以选择继续那些折寿的习惯，加速对身体的伤害。一位84岁高龄仍在看诊的医师忠告我们，饭后30分钟决定寿命。
这话虽然听起来吓人，但仔细想想很有道理。长寿也好，疾病也罢，不都是日积月累的生活习惯造就的吗？所幸现在开始改正还不晚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改变。饭后想抽烟，忍一忍，倒杯茶水漱漱口，或者嚼片口香糖转移注意。实在不行，至少也等1-2个小时再抽，给胃肠一个喘息的机会。饭后想洗澡，缓一缓，先坐下休息半小时，顺便洗个碗或散个步，等身体不那么沉重了再洗，既安全又舒服。饭后犯困想睡，站起来活动活动，哪怕在屋里慢慢走上10几分钟，或者站着看看报纸，都比立刻躺平强。至于滑手机、看电视那些事，更是等等再说。先让自己站起来离开餐桌和沙发，把家人也拉着一起去饭后散步吧。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长寿秘诀之一。改掉坏习惯的开始总是难的，但一想到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健康续命，那点不适应就值得忍耐。戒掉饭后烟，可能刚开始浑身不自在，可过段时间你会发现味觉变好了，胃也没那么嘈杂了。推迟洗澡时间，你会感谢自己不再出现莫名的头晕胸闷。养成饭后不马上躺的习惯，你会惊喜地发现夜里胃酸少犯了，体重也慢慢控制住了。人的寿命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别让一时的愉快毁了长久的幸福。那短短的饭后30分钟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藏着长寿的秘密。善待它，利用好它，远离那3个慢性自杀的习惯，你就已经迈出了延年益寿的重要一步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你我都从现在开始好好珍惜每一次饭后的黄金时光，用正确的行动为健康加分，让长寿不再只是梦想。